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啊，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啊，2个孩子，其中有1个是女孩啊，另外1个是女孩。老大今年都7岁了，老二也2岁了。但是我发现跟孩子在一起确实是会变得年轻。你看我现在每天变得跟孙子似的。2个孩子的家啊，我就说我们家那个地，就每天老大回来踢脏的脏鞋往地上一扔，我得把鞋捡起来洗干净放回原位。小老二嘴里啃过的玩具全扔地上，我得把玩具捡起来洗干净放回原位。老大老二拿我老公的牙刷刷地玩，捡起来放回原位。哦，你累不说，关键2个孩子老滋儿滋儿。北京话滋儿滋儿，这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老哭，就是滋儿滋儿哭那种。小老二可爱哭了，有一次哭的可惨了。你们知道哭什么？哭自己5个手指头不一样长。哭了半个钟头，差点给自己哭哕过去。那我只能陪他边上嘛，你就等孩子情绪稳定了，你再好好跟他说。我说孩子，你看脚趾头也不一样长。老大也哭他爸不肯给他表演节目，不肯给他表演从9楼上跳下去的节目。我说孩子，你都多大了，你爸不给你表演这个节目，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你爸还不够爱你。等孩子再一多呀，再哭就会出现一种人传人的现象。有一次老大又哭自己玻璃杯碎了，我说你不用哭，你可以想象成岁岁平安。他说我杯子没了呀，我说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你又有新杯子了。老二一听他姐姐有新杯子了，老二就开始哭，我还得哄老二，我说我也给你换个新杯子。老大一听老二那杯子没碎，又给他一个2杯子，老大又开始哭。你们现在就闭着眼睛想这种滋儿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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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脑瓜疼不疼？那种感觉就是两岸猿声滋儿不住。那你不让孩子哭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让孩子们再拿牙刷刷地玩。更热闹的还在后头，我老公摔了一跤，轻伤啊轻伤，那个腿是粉碎性小骨折。老大很懂事儿，跟我说，他说妈，这叫岁岁平安。我说你爸差点给摔死，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我又有新爸爸了。老二一听他姐姐要有新爸爸了。我还得哄老二，我说我也给你换个新爸爸。老大一听老二那爸爸没死。又开始滋儿滋滋儿滋滋儿滋，给我气的，我说谁也不换爸爸，还是原来那个。2个孩子不哭了，我一想到还是原来那个，我又开始想。所以说嘛，2个孩子这个性格挺好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这嘴不闲着。这个在咱们这个性格艺人爱人学里头，这个算什么？这算是艺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性格的那个极端，讲一讲我的爱人。哎呀，我的老公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。其实上一期也跟大家聊过，我跟我老公还是很般配的，就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最萌身高差。我的身高是1.70米，他的身高正好是1.58米。这是真事儿，这真事儿。就是我们是那会儿相亲那会儿别人介绍的，因为岁数都大嘛，就是相亲见面。第一次见面啊，他看不上我。2楼的兄弟姐妹听见了吗？他看不上我。他说他理想中的伴侣是个小娇妻。我说你可拉倒吧，你都1.58米，你再找个小娇妻，你图啥？图你俩进公园能免票。
俩第一次约会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发现这个人真不爱说话。你看，咱们就说正常，咱们吃饭点菜，你得叫服务员，对吧？人家不张嘴叫，你猜他怎么叫？他拿手招。服务员不来，他可以一直这么静静的招。当时给我急的呀！我说你1.58米的个儿，你跳起来喊都没有人看得见呀。就这么着。我说那假如咱们这就着火了，着大火了，你也这么叫人吗？他说那他不会，他肯定不会，他会快招。有人说姐，你说他都这样了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就是他虽然他不爱说话啊，但他有一点好，就是他听我的话。你看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，就是老公是可以进产房陪产的，我说机会难得，要么咱们就是拿手机，你拿手机给我录个像，咱留个纪念，是不是？人真听话，真录。但是那会儿啊，是我把生孩子想简单了。你知道我们家那个老大生下来多重吗？落地10斤。有些年轻人可能对10斤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，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，我说一个孩子10斤相当于什么分量？百度跟我说的，相当于一个孩子的分量。生不出来很费劲，人家老人家真听我话，我让他录啊，人家就站我对面，站医生边上，就举着手机静静的拍，那种安静给大夫都给拍毛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家属来取证的呢。大夫都看不下去了，说你媳妇儿那生孩子2钟头啊，跟他说话，说点你最想说的，你非得别人提醒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走到我边上跟我说，你还有充电宝吗？保大和保小中，他选择了保电。但是你说他虽然不爱说话啊，但是他是说心里话，他心里惦记这个家，咱这是实打实说。有一次啊，从单位下班回来，从兜里拿出一个手指包的东西，里3层外3层包的可仔细了。我说什么呀？打开一看，里头是3个车厘子，可大个了。就是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买的那种，就是最顶级的高级车厘子，买了一大箱，发给全单位，分给他3个，没舍得吃，都包给我了。当时看到那个我就在想，我说哎呀，我要是能嫁给他那个同事该多好啊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呀，就是婚姻中的匹配没有说谁是谁什么十全十美的，是不是？老天爷就给我这么一个迷你款，就是他身高不高不重要，他不爱说话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人心里他有没有你。我不需要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我要的是我一语言，矮子就行动。而且在我们家我也不需要巨人呀，在我们家我自己就能顶天立地，以后我还能带出2个小巨人。我是小雪，谢谢大家。万千！他这磨的太成熟了。小雪的索票通道开启，再次掌声送给小雪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这个第2轮啊，有一些演员朋友和第1轮相比，就是换了人了。对，太高兴了。对，我今天是完全没有想到，而且我觉得还挺难讲的，因为都是讲家里的这个老公的事儿，然后孩子的事儿，我觉得很难讲出一些新意或者是有意思的东西。但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反正就是感觉每一发都扣得特别特别好，然后太好笑了，尤其是那个充电宝。对。他一上来就已经疯了，因为别人一般讲嘛，都是讲自个儿孩子可爱的事儿，他一直在怼自个儿孩子，就是，哇塞，您老公听了这个肯定开心极了，1.58米，对不对？我一蹦起来1.6米得有，哇操！啊，我太好了。哎，小雪，你自己觉得第2轮和第1轮相比，完全不一样吗？没有，这2个稿子都是我的孩子，都是啊，2个 key 的啊。
key 的啊，这是3个了，3 key 的啊。这个稿太棒了，就是你怎么就想到，就是说你要写一个东西，但是你开始怼自个儿孩子这事儿是怎么？这个角度太北京了。还是很喜欢孩子，很喜欢孩子的。我知道你喜欢，没人觉得不喜欢。我就说那种态度，就逗着玩儿，只有特喜欢孩子才能讲出来这个。刚才罗永浩老师那个灯瞬间出了一些问题，罗永浩老师差点把这个灯砸了，真的是，因为就想给你拍，急的在那儿不顾教养，跟他们工作人员发飙了，因为我一定要在结束前拍这个灯，表达我的敬意。因为有好几个点连着那个包袱是必须得拍的，那一家太棒了。罗老师一直在灯。一般说来，我都会到最后是的，但是他这个他这个够2场的，太精彩了，就是太密合、太高级了。然后全程把自己老公黑得死去活来，支离破碎了感觉。但是到结尾也没怎么煽情，我们就还是瞬间感到那种浓浓的那种感情。是的，对。我特别为小雪高兴，因为刚比赛前我们俩在外面碰到，他还特别担心的跟我说怎么办呢？说好像压力很大，因为他也明白，在现在的脱口秀舞台的审美上，大家其实好像听到一个女性讲家庭、老公什么，内心其实会有一些顾虑，就是好像女脱口秀演员有一些枷锁被打掉之后，又有一些新的说这个你最好不讲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替小雪高兴，就趟出一条路是可以讲的。我希望能听到你讲更多。太棒了！为数不多的还没有结束自己表演的时候，场上的笑团的4灯就全部都亮了，全部失控，必须的失控这个词儿太对了，就是太好了啊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小雪，你能不能直接晋级？来自笑友团的4灯40票是满的，像我的年龄。我们来看一下小雪是否能直接晋级。这直接进吧，肯定进了，直接晋级，直接进。全场最高，这最高啊，最高，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女演员。恭喜小雪直接晋级，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选手当中票数最高的选手。小雪，